干大事，要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来安装那个 Brembo 的卡钳，还有它的后面的卡钳下移。这是气压式的，就是气压式这个钳轮的地方，把车辆给夹紧，就是避免说会倒车嘛。对对。然后把手这边有做把手套的保护，油箱的一样有护套。前卡钳的部分，它的这个厚度跟原厂的厚度其实不太一样。我们都会先依实测去做量测，那做好适合的套管，这样子的话，它装上去的话，它的强度才比较稳定。这个的话是整个做 CNC 吗？铝合金的，对，那铝合金 CNC 去切出来。对，那外表的话，它是用阳极的。外表还特别去做阳极处理。对，因为阳极的话，它表面比较不会厚度不会像喷漆一样厚度变厚，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这个厚度。总泵的部分跟我们使用的卡钳，它的大小一定要去做有一个一定的匹配啦。原厂的 R1 的刹车的系统就是刹车总泵跟双齿金的卡钳，它的放大倍率大概是12点多。那这次是用 RCS 19cc 嘛，搭配这个点484的这个卡钳，它的放大倍率换算起来大概是11点多，但是接近跟12是差不多的。所以意思是说，我交换了这一组的卡钳跟总泵之后，我的刹车的行程会稍微会短一点点，但是基本上是几乎是不会差太多的一个手感。所以这部分在更换的时候，如果你不希望你拉的行程差异太大的话，你的放大倍率的那个比率就不要跟你原来的车上的刹车系统的总泵跟分泵的搭配的放大倍率差异太大。这次是这个点484的卡钳嘛，那这个卡钳它是CNC 锻造的卡钳，对不对？锻造跟铸造它在原本的生产的工艺上面就有一个差别。那铸造的话，它是以一个模型，然后你把铝的部分铝金属融化了之后，胶膜胶到一个模型里面，让它形成这个形状。那锻造的部分，它是经过一个有压缩的一个压力，所以两者的差别会差在说，里面的金属的晶粒，它的整个的密度是不一样的。你经过锻造之后，金属它的质地会比较的紧密，所以它的强度上面会比较强。CNC 其实是对于机械加工的另外一种工艺。所以其实你即使是铸造的，它也可以有 CNC， 因为它是在局部某些地方它需要精度的时候，它会用 CNC 的地方去把有精度的地方给切削出来。但是呢，这一颗是不一样，这一颗因为它是整颗的锻造的铝锭，然后去做整颗的 CNC， 所以它整颗的尺寸都是非常精准，所以这个就跟一般的铸造卡钳是不一样。然后再来呢，这一颗的活塞，它是32跟32的 mm 的直径嘛，对不对？那原厂是32跟27，这是意境活塞的双齿金卡钳。那所以卡钳再从双齿金换成这一颗，就它的卡钳的活塞的面积来换算的话，换成这一颗之后，我的活塞的夹持力理论上可以多将近26% 的夹持力。所以意思说我将近会多出1/4倍的力道出来，这样。那再来就是来鳞片的差别。我们刚刚讲说25% 是考虑说来鳞片的差别，然后事实上你再加上来鳞片的差别的时候，可能它的差异就会更大，可能会提高到也许是30%，都是有可能的。对。那这个 Brembo 的 RCS 19cc 它的特色是什么？它有3段，3段模式。现在是在 S。那有 R 跟 N 这3段可以做调整，它是在调整活塞的预压的部分，可以依个人的需求去做它的调整。这边可以做调整，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好，这要怎么调整？它会有一个 cut 就到点了这样。对，没错。所以它一定要调到那个点的定位，还是说我一定要调到那个点的定位？就一定要听到 cut 的那个声音才行，我不能够中间好像无段调整，不能转到中间调整。对。OK， 那你调这里跟调这里有什么差别吗？这是力矩的问题啊，对啊，就是压起来的话会比较轻。就是这里的话，力矩就会变成说，力臂比较短了，因为你活塞偏这边，对，这里的力臂比较短，对，所以这边拉起来就比较轻手，它会比较轻。OK。如果是调成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标准啦，因为它的角度其实是
比较直啦，对，比较直，就是比较不会偏轴这样子。对，压起来的手感其实会不一样。这个部分这是改那个卡钳后下移的部分嘛？改卡钳的话，一定是需要改这个卡座的部分，因为它才有办法把我们改装的这个卡钳安装上去。对，那因为 R1 它里面还有一个这是什么？这个轮毂的这个部分，里面这一块的原厂卡钳它是单向的活塞，就是单向侧推的。所以里面的话它没有那么厚，所以这部分它是可以刚好闪得过去。可是现在我们变成说改成双向 Brembo 的卡钳的话，它会去影响到这个。这次我们等这个东西大概等了2个月吗？哦，对哦，超久的。这次我们换这个，很多人其实会很好奇说，你换后卡钳，那是不是连后总泵这个地方都需要更换？后卡钳的部分啊，它的活塞面积就是其实没有差到太多啊。原厂它的刹车总泵是够用的。这个的话是后卡钳它的金属油管，对，原厂的卡钳它是在上面，那我们现在把它改成 Brembo 的话，它会变成在卡钳在下面。哦，所以后面的油管长度就不一样。对，下移的部分的话，我们的油管长度就要去做改变。对，那油管的部分我们还是会去做它原本去做量测，那抓到最适合它的长度的这种油管，还有包含油管头的角度都不一样。对，所以这部分我们都是一定要先有前置作业先做好，才有办法去做这个部分的安装。那等一下，俊哥你要先从后面开始吗？对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先从后面开始安装 ，Go。像网络上其实有很多，比如说 YouTube 也有在分享说这些卡钳或是刹车什么的更换。那你建议，就是车主这边，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做这样的更换吗？其实我们比较不建议，对，因为刹车的部分它跟安全性有关系。对，卡钳的部分，包含它油管的部分，这个螺丝还有它的垫片，对。那螺丝的部分锁上去的时候，其实像我们都是会用扭力扳手去做确认，对，就是正常的扭力上去。对，很多地方因为如果没有上成正常的扭力的话，它变成说有可能会有漏油的风险，或者说如果我们踩下去 ABS 在做动的时候，它会产生更大的压力。对，那如果导致它漏油的话，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对。那假设他们说，那我这边它也有什么照原厂的手册上面维修手册上面的扭力在锁啊，那这样子不行吗？你觉得嘞？有些细节的东西它也有方向性。对，安装上面的顺序方向顺序这样。对。OK。大家可能会忽略掉。OK。所以这是比较不安全的一个部分。齿盘就这样子就下来了。对，齿盘是没有上锁的。对，齿盘它是固定卡在这里面，齿盘驱动后轮的这个减震的这个橡皮。对，所以橡皮的部分它也有可能会磨损，这也是耗材。地方的这个挡在卡在这个中间。如果间隙过大，的时候会抖。对，车子也有可能会抖动，或者说像有顿结这样。照麻将哦。齐进，对不对？关系。好，那我们刚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应该说也不是我啦，是军哥啦。终于把这个螺丝给拆下来了，它上面有上这个螺丝胶啊，这红色的地方，所以它在拆装的时候非常的难拆。然后说一不小心，看2个工具都断掉了，下来了。就是要用这个盘子，就是要把这个给换掉。对，它们的差异在这个部分就没有这个了。对。好的，终于拿起来了。好，那我们来量一下它的重量的差别啊。那这个是原厂的内骨的重量，重量大概是425克。好，那这等一下我们要换上去的内骨上 ，OK， 这个原厂这另外换上去的内骨的249克，差不多250克左右。好，接下来就要来看小抄了，对，然后看扭力值是要上多少。
好，设定扭力。扭力扳手的话，其实也要就是定期要去做它的校正，对，才能确保说我们扭力扳手它没有太多的误差值。这是霍尔感应器，对，花真的很小。那所以这是原厂后卡的支架，对，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把它换成下移的支架，换成这个。对，这里的应该是后总棒嘛，后总棒这边油管是到 ABS， 对，然后再从 ABS 这边再回来 ，ABS 出来这一条要换，出来这一条这样，对，到分棒这一条，所以我们是换从 ABS 出来的这一条就好。哦，这会有点难处理哦。一般的扳手就转不开，而且上面会把这个牙给弄坏掉。下喽，哦，加卡钳重量，然后这是原厂的后卡钳加上支架的重量，大约是1043公克。那这是我们换上去的支架加上后卡钳。重量827公克。哦 ，OK， 好。整体来说比原厂的那个支架加上卡钳，然后都还来轻量，还包含花鼓。对，脚位要对着，让它不能动，定住。对，摇臂里面有一个那个定位点，那个点一定要对。就在前面的这个地方有个定位点，这样。这边。啊。这个是 ABS 感应器嘛？这个。对吧？然后这就是刚刚后面的油管。对，油管。OK， 现在后卡钳已经装上去了，再是那个油管的走线就蛮重要的。ABS 感应器在里面。看它会挡到多少地方。现在这个 ABS 感应器原本的那个这个底座是没办法装的，然后就直接锁在这个下移这个支架上面就可以。好，帅，有了，对，哇，是不是帅呢？轻量化兼美观。刹车油的话，一定要用 COT 4。COT 4的。对，这是4号的。有印了。有。所以基本上后面这边就搞定。对。那再来就换前面喽。一样，会先把油抽掉，才不会漏的到处都是。油的部分我们还是会先把它全部抽掉。我有看某些R1的走线啊，就是油管走线，它是从前面这边绕出来到这里。为什么它要这样子绕有什么好处？基本上没什么好处，应该是油管太长。油管太长，因为 R1已经原本就是金属油管，所以不需要改了。对啊，如果是有改装油管的部分的话，会建议还是长度要抓得刚好，就是照原厂的走法。照原厂的部分去走。因为他们会考虑到我们避震器下沉到很激烈的时候，那油管长度是不是够 ？OK。对，刹车开关先拆掉。下来喽。哦，这个是原厂的总棒，原厂的你适应总棒。对。拉杆不是。拉杆踩过。所以这边在安装的时候，油管要先装到总棒上面，不然的话那个螺丝可能刚好会卡到那个前叉。我们刚刚飞了9牛25智力，终于把这个油管的位置给调好了。刚在这个油管的这个地方，因为它的角度的油管这边头的地方跟你信的总棒的位置是不一样，然后所以这边在调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花了蛮长的时间，才去调这个角度。
哦，有了，有了，扭力上好了。都要再三确认那个油管没有干涉哈。这个就是讯号的转接线，对，接头转接线了，这样就不用破线，直接对接就可以。对，没错。它现在这一头就是接到那个就是RCS 19cc 的它的讯号接头。对。那另一头就接到车上这一端。这个接头就是原厂的原本的接头。对。再一个困难点就是油杯的位置要怎么摆，才不会干涉。哎。试看看哦。油管下去的话，我觉得位置还蛮刚好的。因为现在 Brembo 原本这个副的这个支架太长了，所以你装上去之后，其实很容易会打到这些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尝试说，我们用原厂的油杯，还有因为油杯这样装上去，其实是还蛮一体的，就是比较不需要去做太多的修改。这样子的话，几乎是可以刚刚好，才比较一拜这样。最后的方案，我们就是把原厂的油杯还有油管给换上去，对，然后这样的话就非常的一拜，就是跟原厂一样的完整性很好。对，好，再来就是卡钳喽。哦，其实左右卡钳它的形状其实是刚好是对称。对，其实你并不是说好像左边的卡钳可以用到右边的卡钳，并不行，其实是不行的。对，所以左边它是有左边的专用的卡钳型号，那右边有专用的卡钳型号这样。对，没错。双子晶卡钳它是意境的这种就是30/27的直径。那这种意境卡钳跟同径卡钳，就是比如说像.484它都是32/32。那为什么用意境的卡钳跟同径的卡钳会有什么样的差别？这个活塞输出力量的分配会不一样。应该是小活塞会比较先出来。如果我们是意境的话，就变成小活塞会先出来 ，OK， 再来大活塞才会出来。Okay. 它有力道的分配。应该，所以意境卡钳理论上是刹车力道会比较渐进一点。对，同径的话，它就变成力量会比较直接，就是两颗一起出来。对，这样它会比较直接。所以这边就是延伸的套筒，延伸的套筒这个位置。OK， 哇，漂亮，大概是这样。这样子颜色这样子对应起来就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漂亮。就上扭力喽，看起来的位置。检查碟盘有没有自重在卡钳的正中央，不然到时候你的碟盘就会偏磨耗。对，然后来令片也会偏磨耗，刹车手感就会差一级。接下来又是要跟油管的角度奋斗了。对。它的困难点就是在说，因为这个接头的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角度，那这个角度呢，它是对应的是原厂双子星卡钳的接点位置。那所以.484的位置是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把这个整个油管线这边要重新再顺一下那个角度，才能够刚好位置是接在这个地方这样。再来就是我们进行最后一颗的安装了。好，那原厂双子星的卡钳的重量911克，那再来是.484，应该还要加2颗这个东西的重量。这样才是整体的。刚刚911嘛，就是932加上这2颗，就是套管。911跟这946，这样差35克。对，那所以2个差不多，左右一对的话，这样差70克的总重量的簧下重量差。OK， 另外一边也搞定了。对哦。再来加油进去了，这个步骤就很像是为刹车系统这边注入它的生命一样。然后原厂这个比较大杯的看起来就比较靠谱一点。这个是 Brembo 附的油杯，然后旁边那个是原厂的油杯。
有没有这个尺寸明显的，大概只有1/3吧，对不对？嗯，差不多，差不多只有1/3左右的油杯大小。可是 Brembo 附了那个油杯可能会不够这2颗卡钳用。为什么会附一个这么小的油杯？好啦，这是 Brembo 的，上面至少有。他们有卖大油杯，就是要你加钱买大油杯就对了。他们有卖大油杯。所以现在要放这个，对，总泵的空气。先放总泵的空气还是分泵的空气有什么样有顺序性的问题吗？基本上我都先放分泵的。哦，对，就是卡钳的。已经下面抽不到空气的时候，有些空气它会往上，因为空气自然它会往上跑。对，往上跑之后我们再来抽上面的，这样子的话效率会比较高。OK。现在已经可以拉了。对。比我想象中的还要 Q 哎，就是手感。对，刚开始的时候它会比较 Q 啦，对吧？因为碟盘如果还没磨合过，刹车皮跟碟盘还没磨合过，所以它压起来会比较 Q 一些些。嗯，对。这个是蓝牙的连接。对。我现在要把跟R1这边做电脑的连线去测试一下，说改成刹车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错误的电脑讯号。这边画面就是比较技师这边才能够看得到的，就是连接车辆的诊断电脑的画面，会不会啪一堆的错误讯号？没有，所以 ABS 这个没有异常。对 ，ABS， 这是功能诊断。对，我们现在要做测试。你看会抖哎。对，因为它要做动，看 ABS 有没有正常。啊，想不拍一下，干那个好屌啊！好，好这边来喽，先打一个，上面会先。就是它会这样子，对，上面跟下面这边会轮流。对，它会轮流，上面一次，下面一次，上面一次。哦，对，好，这长知识了。反作用力做测试是正常，对。那再来的话，我们会做管路的确定。哦，对。它等下会一样，我压下去之后，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压力。哦。那如果管路有漏油，或是说结合不密的地方，它就会是喷油出来。就喷油出来，就是你就目视就会看到接管地方可能会漏油。鬼杠哎，这样子。哦。对，那一样，前面先再后面。哦，下面在抖动了。对。它是换这边在抖动。对。好，那我们再做一次。好，前面先哦。好。现在抖动了啊。OK， 好。Okay. 这时候要来先检查刚有动过的管路的部分。这时候就要当柯南。这边好，没有。这边接管的地方 OK， 这边是 OK， 下端的部分。OK， 有没有漏油？对，泄油。OK， 后半部因为我换金属油管的部分，因为油管这个地方比较容易会有漏油状况。对，哦 ，OK， 没有问题。卡钳端的部分有没有漏油？好，没有漏油。对，接管接头的地方，好，没有漏油。OK。因为我们都有上扭力，而且垫片都换新的，所以基本上要漏油的几率比较低。对啊，是啊。不过还是要做测试的，对。俊哥还会孤轮了，孤轮，然后下来就跌倒了。真的假的？你会假的？俊哥会孤轮啊，手都教一下。孤轮是危险驾驶。对哦，一拍到就糟糕了。无轮射。一拍到无轮射，一被拍到就糟糕了。我们是安全驾驶不扶轮的哦，我们的防举头都是永远都开起来的哦。那我们要恭送俊哥试车，一路平安。但我好久没有听到他发动的声音了，等一下，脚架，侧住，你这样考驾照不会过哦。好，再一次重来。好，拜拜。试一下哦。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喽。怎么样？骑起来都没问题啊，对吧？骑起来没问题啊。再来的部分就是再做再次检查，对，还要再检查？对，就是检查，因为刚有用电脑操作检查过，那我们去把它试完之后还要再检查一次都有。对，再做检查一次，看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哦，真的很龟毛哎，你龟毛到我有点烦了。没有，开玩笑。没办法，因为刹车的东西总是要，对啊，要注意一点。好了，我懂了，我跟你开玩笑了。都没问题吧？对。OK。它刹起来有比较强。刹起来哦，差很多哎。差很多。对。这台前后刹车终于完工了，那我们很感谢俊哥这边帮我们做安装。那多久要做一次活塞的分解保养？如果是要分解保养的话，如果照数据来讲的话，大概是4万。4万公里的时候做一次。4万公里的话，会建议做活塞，把它做分解。那里面的活塞的油圈，对，去把它做更换。对，那这样好像就是那时候要整个做总检查这样子。对，那这样好像我不需要跟活塞分解，距离4万有点远。好，不过正常来讲，换刹车油的部分还是建议大概是2年至2万公里。OK。Brembo 的卡钳就已经是代表说它一定是比其他的厂牌好嘛，或者是说比原厂的卡钳好。那你觉得呢？其实我觉得好与不好，就是大家适合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并没有谁是最棒，谁是最好。对，只要找到你适合的东西，那才是最好的。所以还是要看你本身对于说刹车的需求啦。那你有遇过说，比如说客户这边自己带买来的 Brembo 的零件，或者是人家换下来的2手零件，这边来给你做更换吗？基本上因为刹车系统的部分啊，是关乎到安全，对吧？所以如果是自己带来或是买2手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在帮人家做安装的部分。好，那经过了今天这几乎是一整天的一个安装的时间啦，那我相信各位在影片当中应该有看到说很多在安装上面的一些 mega 跟很多的一些细节，可能还有很多一些反复的一些安全性的测试，那甚至电脑这些连线这些测试，这些并不是说你自己在家里面 DIY 就可以去做到的。所以以我来说的话，虽然说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些 DIY 能力，但是对于这种安全性的刹车系统这个东西，我也是不建议说你自己去买零件这边做 DIY。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对于安装这一套刹车系统有兴趣的话，欢迎各位来桃园的希望重机这边洽询它的安装。那我相信你也会得到相当满意的一个安装结果。那就欢迎各位按赞、订阅、加分享我的频道啦。那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安装这一套刹车系统，有兴趣的人呢，让我讲讲。洽询说桃园的兴旺重机，那我再讲一次好了。好，NG 再次。OK， 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欢迎各位按赞。在这吃螺丝了，再一次。